所以在6个小时的课程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增强授课者对于睡眠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作为对医疗工作人员或是医疗领域方面的学生能够了解睡眠医学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当然更希望能够加强大家对睡眠障碍的认知，知道这些睡眠障碍的病人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6个小时的课程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训练，所以我们在课程的最终希望大家能够建立一个知觉的观念，让睡眠障碍的病人能够帮他们转介或找到好的专门的医师做后续的照顾。所以在这个课程6个小时结束之后，我们期待每一位修课的学员能够了解睡眠的基本机制，也能够了解睡眠障碍以及睡眠剥夺可能带来的健康冲击，更希望能够大致上介绍睡眠的障碍疾病，特别是常见的失眠以及睡眠呼吸中止，还有初步了解他们的治疗或处遇的方向。最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对睡眠障碍提高知觉，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能够在了解睡眠障碍的症状与表现之后，做适度的转介以及后续的处理与追踪。所以在整个6个小时的课程，我们大概会分为6个主题来进行。第一个是了解睡眠的睡醒节律，或是我们说日夜周期、生理时钟节律。我们知道睡眠不是只有发生在晚上，睡眠牵涉到醒跟睡2种不同状况的交替，所以很多睡眠的专家说，睡眠不是只有闭上眼睛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在24小时当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随时有可能终止的一个状况。要完整的了解睡眠，必须了解睡眠在生理周期或是我们所谓日夜周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人的生理有各种不同的周期，从非常短暂的细胞周期，一直到每个月所谓的月经周期，在女性或是在人的一生当中，有从生老病死，从婴儿、青年、成年到老年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都是有很多因素在决定。其中我们每天要遇到的所谓的日夜周期，在睡眠医学里面特别重要，因为找到特定控制睡眠周期的因素，也有助于解决目前越来越多因为轮班工作或因为跨国跨时区工作旅行所带来的睡眠周期的紊乱。另外一个部分，在睡眠剥夺也是睡眠医学里面重要的议题。过去有学者统计，在过去100年里面，人类睡眠的时间平均减少了接近1个小时。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睡眠比100年前我们的好几代之前的祖先，大概1个礼拜就少了1天。这样的睡眠剥夺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事实上，从1980年代以来就越来越被重视。睡眠睡得比较短，有可能造成代谢的紊乱，造成体重的增加，代谢症候群的增加。睡眠睡得比较短，也有可能影响到智力以及注意力的操作，造成认知功能的影响，甚至也有人开始注意到睡眠剥夺可能与年长之后的失智以及认知功能障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睡眠剥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重公共卫生议题。我们在课程当中会请专门研究睡眠剥夺，特别在老鼠动物模式的学者跟大家来解释、介绍目前对睡眠剥夺的了解。当然，睡眠它是一个生理的过程，特别睡眠是由大脑所控制的一个神经生理过程。所以在睡眠的运作当中，
大脑本身的控制如何进行，怎样操作，怎么样维持人在一个深度的睡眠或是浅度的睡眠。在过去的50年有很多的进步，也让我们有新的方式来监控并了解睡眠。所以接下来2个主题，在睡眠的神经生理方面，以及我们传统上来监控睡眠的方法，以及现在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用影像跟生理讯号的结合来探讨睡眠当中发生的生理事件。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有2位专门的讲师跟大家来介绍。睡眠的疾病非常多种，在最近一版的国际睡眠疾病分类当中，大概就超过100种的睡眠疾患。但是其中最常遇到，也是最常在呼吸照护中遇到的问题，应该就是失眠以及睡眠中的呼吸障碍。所以这2个重要的疾病，我们会透过2位专家的介绍，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失眠，失眠的成因跟它的治疗。另外我们会了解说呼吸在睡眠当中的变化，以及睡眠相关的呼吸疾患，特别是最重要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那相关的治疗也会做概略的介绍，让修课的同学知道，如果遇到这样的困扰的病人，我们应该寻求哪一方面的协助，跟寻求怎么样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个6个领域，我们希望大家在开始之前，也许您已经对睡眠有初步的了解，但是希望在6个小时之后，对这个睡眠整个的概况有更确认的了解。比如说在日夜周期的部分，我们可能会问到底人的日夜周期是多长呢？刚刚好24个小时吗？还是比它短，还是比它长？这个知识在接下来课程会有详尽的介绍。不过我们目前大概知道，人类的睡眠周期不是刚刚好24小时，而是比24小时来得长一些些。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们要让人活在24小时的日夜周期当中，每天必须在起床之后往后调大概几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换句话说，如果你让一个人睡在一个完全没有时间限制的环境当中，他还是会维持一定的规律，只是每一天会比前一天多几分钟或多半个小时。这个现象其实我们在青少年的睡眠会看得更加的清楚。比如说在他们没有上学或放假的日子里面，他们通常会倾向于越来越晚睡，越来越晚醒。这个一部分是行为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部分其实是内在生理周期节律所制定的。因为这样的生理周期节律也容易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变化，甚至障碍。所以怎么样去评估，事实上是在睡眠医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至于睡眠剥夺，相对来讲当然就是睡眠的够不够。那到底我们应该睡多久才够呢？过去的讲法常常会认为说，人类就是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眠。所以过去的几百年间，8小时的睡眠几乎是人类社会所定定的一个标准睡眠长度。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就像刚才提到的，过去100年间，人类的睡眠事实上是减少了1个小时之多。而在2015年，美国的睡眠基金会透过许多专家跟文献的回顾，制定出来一个人类睡眠的图谱。他们的建议在新生儿的部分是需要睡到14到17个小时。如果已经开始会学走路，开始可以自己进食，脱离新生儿的阶段，大概也需要11到14个小时。学龄前的孩童希望能够有10到13个小时的睡眠，而学童、青少年跟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所需要的睡眠时间，跟我们现在知道
在亚洲国家，特别是这些年轻人的睡眠时间，事实上是不足够到睡眠基金会所给予的建议。所以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的长度来看，大多数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发展中的孩童，他们的睡眠时数显然是不够的。这样子长期的睡眠不足或是睡眠剥夺，会带来人口上的健康的冲击，事实上是一个很严重而且需要注意到的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建议的时数，来当作我们对临床评估一个个案或病人他的睡眠时数充足或不充足的一个依据。